在这个社会实验中，100名玩家被送到了3个不同的维度，他们会在自己的维度分别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玩家没有任何指示或者帮助，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选出领导、建立社会，或者进行一场跨维度的战争。他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生命，如果死去都是永远的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下界、主世界还有末地3个维度，你觉得哪一个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游戏开始，主世界的玩家一部分人开始洗劫村庄、建造农场，另外有一些则是进入矿洞收集资源。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叫做 Flo 的玩家很快就表明了他的野心。这个人的态度为主世界戏剧性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再来看下界，这里的玩家生存更加的困难，他们挖掘蓝色森林的树木以及黑石来制作工具。一些更加勇敢的玩家则是进入了要塞收集资源，而一个叫做 B-Bag 的孤独行者则是独自进入了朱林堡垒。很幸运，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怪物，轻松的把所有战利品都据为了己有。当其他玩家姗姗来迟的时候， B-Bag 早就离开了堡垒，在和他的盟友挖的脸密谋之后，他们开始有意的向下界其他玩家炫富。最后一个维度是末地，他们生存的开端是最难的。为了获得资源，他们被迫在没有任何盔甲和武器的情况下去探索巨大的末地城。还有一些人被当地原始居民干掉，他们很多人不得不戴上南瓜头来保命。后来他们在箱子里发现了泥土和树苗，一个林场立即被建造了出来。为了获得变得稀有的木头，大家开始排队撸树。回到主世界，有的人已经找到了钻石，但是也有很多人被怪物偷袭而死。在地面上，合作和交易已经开始。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内斗开始产生了。那个叫做 Flo 的人认为一个叫做 Level 的玩家偷了他的铁，这让 Flo 非常恼火，他一气之下抢走了团队的附魔台。虽然被愤怒的人民疯狂的追杀，但是 Flo 还是成功的逃走。很快，流言便传遍了整个国家 ，Flo 变成了国家的敌人。最终，一个叫做Jolie 的人追踪到了 Flo， 他想要回附魔台。Flo 的手中明明拿着附魔台，但是他非在公屏上对其他不在场的人，不要说拿的是一个船。He's holding the enchanting table. I don't have the enchant table. I'm literally holding it in front of this guy's face. You're holding it. Bruh, that is a boat. 之后 Flo 就继续逃跑了，被激怒的Jolie非常的生气，开始悬赏缉拿 Flo 的人头。在下界，食物供给很快出现了问题。虽然在绯红森林可以收集到一些猪肉，但是这里也非常危险，数名玩家因此丢掉了性命。当下界大多数人民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 ，B-Bag 已经成为了服务器中最强大的玩家，并且和一个叫做 Aloys 的人结了盟。他说服 Aloys 上交了自己的钻石胸甲，因此 B-Bag 现在已经是全套钻石甲了。末地文明在3个文明当中是最有组织的，他们用岩浆和水获得了大量的原石，还种植了胡萝卜、小麦和土豆，以摆脱紫松果的单一饮食。其实末地是3个文明当中最富有的一个，但是很少有玩家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寻找这些资源，因此箱子里遗留了很多钻石和钻石装备。之后服务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首先是大饥荒，所有玩家都被赋予了强烈的饥饿效果，并且会持续一整天。在主世界矿洞里的玩家可遭了殃，很多人被突如其来的饥饿打得无力还手。在末地，饥饿乍看起来好像非常恐怖，但是大量紫松果的存在挽救了玩家的性命。下界可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尝试建造油猪农场失败以后，下界的人民开始挨饿。No one in the bunk has food. We're dead. I'm gonna die. I'm on the my heart. Bury me in the hype house. Don't die. 那个最强玩家 B-Bag 这段时间活得像个游牧民族一样，在良好的护甲和武器加持下，并没有受到饥荒事件的影响。相反，他还找到了第2个朱林堡垒，进一步巩固了武器和装备。为了获得食物，一个叫做 Snow DK 的玩家想要通过击杀僵尸猪人来获得腐肉。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时候僵尸猪人已经不再掉落腐肉。I didn't get any food. 经过饥荒事件，各个文明都有人员损失，由于下界最为惨重。第2个事件则是服务器举行了建造大赛，并且会通过评比给予奖励。在主世界，玩家并没有迅速着手建造，他们只是围绕传送门搭建了巨大的防御墙，以预防之后其他维度的玩家突袭，并且扩建了农场以保证食物供给。人民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迅速的加强。同时，这个时候那个抢了附魔台的Flo已经拥有了全套钻石甲。
并且开始招募自己的追随者。虽然岛上他的敌对玩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监狱。There's a sign in the prison that says "Wanted Flo." 突然，一场危机降临在了村庄。也正是这场危机，为 Flo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向岛上的居民展现了良好的领导才能。Oh no, my farm! Oh no! 最终，他成功协调了村庄的防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有的玩家并不想要看到这种局面，他们试图用岩浆暗杀 Flo。在成功躲过暗杀之后 ，Flo 和他的敌对势力在海上展开了谈判。其实附魔台就在 Flo 身上的背包里，但是他到现在都死不承认。之后他又聪明的把话题转移到获得不死图腾上。尽管如此，反对势力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杀。Flo 人头的悬赏从1颗钻石加到了10颗，后面又加到了1个不死图腾。所有这些事情都分散了大家对建造大赛的注意力，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建造任何自建房屋。来到下界，他们认真的建造了房屋，但是 B-Bag 和他的盟友并没有参与，而是忙着和朱琳交易，并且他还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叫做 Nothing 的玩家发现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当 Nothing 在为人民做事的时候 ，B-Bag 却开始为自己招募队员。来到末地文明，他们用末地石铺设了专门的道路，还建造了几栋房屋和庇护所。他们甚至还搭建了带有拱门的防御墙。建造比赛结束，最终下界获得了第1名。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城镇，其中包括一个豪华的雕像、住宿房屋，甚至还有教堂。他们被奖励了大量的资源，甚至包括4个下界合金锭。然而这些战利品并没有被平均分配，而是被 B-Bag 和他的盟友抢去了大部分。更加恐怖的是，当其他市民在分享战利品的时候 ，B-Bag 和他的盟友却发动了突然袭击。这直接夺走了3个人的生命，但是玩家却不知道是谁放的岩浆。然而终究纸包不住火，下界除了 B-Bag 团队之外的最强3个战士，最终检查出是 B-Bag 的盟友 Snow DK 造成了刚刚的杀戮事件。他们开始一路追杀 Snow DK。当 B-Bag 看见他的盟友被追杀，也毫不示弱的冲了上去。Look how much. No, stop. Nobody killed Jordan. I don't think he was involved. 就像 B-Bag 的盟友在这次事件中死去，而在战斗中牺牲的也包括追杀他盟友的3个战士。因此看起来已经没人能够阻止 B-Bag 统治整个下界。建造比赛末地获得了第2名，他们并没有因为分配奖励而产生内斗。获得最后1名的是主世界，他们的奖励除了一些物资，还有3个朱琳蛮兵。Okay, everybody, I've got your prize for the build competition. Congratulations, you guys came in last place. Marcus, what the hell? 最后一件事是各个文明要选出国王，国王会被授予一个保护石的皇冠。Would you consider yourself as a leader right now? Yes. 无论 B-Bag 的个人愿望有多强烈，下界人民最终还是选举了那个为人民着想的养鸡大叔成为了首领。可想而知 ，B-Bag 和他的盟友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Do you guys agree with the election? Or? We definitely do not, and I think no we'll be taking protection. I have action. no We're going to protection. stand up and let's say we're going to take back our rule. Now that we are ready, we could probably kill the whole of Nether. B-Bag 和他的追随者迅速席卷了整个城镇，他们把养鸡大叔控制了起来，逼他交出皇冠，否则格杀勿论。 In my personal opinion, the way you're running this country, the second the gates open, we will be perished from this earth because we have no strength, we have no community. This is your leader? What is this? 没有了任何战士的养鸡大叔拿出了皇冠，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岩浆，作为他最后英勇的反抗。Should I pull it? Yes, kill him. 就这样，一心为人民的养鸡大叔光荣下线。在这个事件后，下界人民的总数锐减到了只有11个人，而且还没有皇冠。再来看主世界的选举。Dreadful, why should people pick you? I have an axolotl. Okay. Hello. Okay. My name is Flo. I have an axolotl as well. I also have an enchantment table for everybody. 这时候，弗洛终于拿出了附魔台，想要用这个偷来的东西左右大选的结果。加上之前他在保护村庄时建立的威望，弗洛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主世界的领袖。最后来看末地的
的选举。这里的选举跟他们做的其他事情一样，都非常的井井有条。每个候选人依次上台发言，最终一个叫做 XGF 的玩家拿到了龙头，成为末地的领袖。这个环节之后，末地和主世界还剩19人，下界还有11人。既然所有维度都产生了领导者，可以穿越不同维度的传送门正式被开启，维度大战正式开始。下界的 B-Bag 带领人民在下界要塞拉开了防御阵型，但是末地却打算主动入侵主世界。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带领军队进入了传送门。Go, go, go. Let's go! 当末地人出现在主世界的左上角的时候，主世界的士兵也很快发现了这一异常。Oh my god, we all need to stick together. Everybody go to the wall. 就让战斗正式打响。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巧合之下，主世界文明开始被迫后撤，在农场进行了最后的反抗。They have no great armor. Oh, I got him. Get him. Let's 雪上加霜的是，主世界国王 Flo 的长期反对势力在此开始趁火打劫，突然对 Flo 下手。在与自己的军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Flo 很快陷入了危险，但是命不该绝。这时候，一个末地追兵突然出现，无意间解决掉了 Seth。而在村庄的战斗中，末地国王与他的护卫脱节， Oh no, King is down. 竟然被焦里干掉。还记得这个焦里吗？也是 Flo 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就像焦里戴上了保护石的龙头，尽管末地失去了国王，但是他们也解决掉了主世界大量的士兵。总的来说，好像这个时候末地成了最强的文明。然而这个时候，末地的内部却出现了叛徒。在末地文明清理叛徒的时候，主世界抓住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的残余力量重新聚集了起来。而这个时候的下界。 但是由于缺乏食物 ，B-Bag 决定独自潜入主世界见机行事。这时候，末地的那个叛徒已经成功逃回了末地，末地军没有再继续追杀下去，他们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主世界上。B-Bag 此时已经成功洗劫了村庄的小麦，并且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突然单枪匹马的对重新返回的末地军发动了攻击。然而他怎么可能是那么多人的对手？慌乱之中，他也逃到了末地。末地军没有继续追击，而是重新进攻已经退到高塔之上的主世界军。这次主世界利用地形的优势。 稳稳地站住了脚跟。Kill him! Don't let him out! There's no shot. He's next. Let's go! 在击杀掉来犯的末地士兵之后，主世界感觉他们自己又行了，所以重新回到了地面。他们想要拯救地面上被末地军追杀的市民。然而，当看清他们要面对多少敌军的时候 ，Flo 立即慌了。Flo 又撤回了空中基地，留下地面部队被末地军残杀殆尽。就这样，主世界只剩下了3个有生力量 ：Flo、Jolly，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Real 的人。再来看末地 ，B-Bag 和那个逃回的末地叛军已经达成了联盟，并且通过末地里的传送门回到了下界。主世界这里，在末地军的强攻之下，主世界3人不得不跳下了高塔。在最后时刻，Jolly选择牺牲自己，为其他2人赢得了时间。就这样，Flo 和 Real 通过传送门进入了下界，他们想要和下界文明达成联盟，这是他们打败末地的唯一机会。然而 ，B-Bag 就是 B-Bag， 却有着自己不同的计划。 First of all, get away, guys. I want to talk to them alone. The end is upon us, and together we are sure to defeat them. But I can do that myself. What? Kill them. What the? Whoa. I've got light jump. I'm alive. Yeah, well, I'm probably not going to be for long. So they're all on me. I'm dead. 就像 Real 也英勇牺牲 ，Flo 利用鞘翅逃过了一劫，并回到了主世界。B-Bag 因为惧怕在主世界的末地军，没有跟着 Flo 追上来。但是因为他的军队将要用光食物，所以他决定进入了末地。与此同时，在主世界又被末地军追杀的 Flo 也逃进了末地。在末地 ，Flo 和 B-Bag 一开始仍然是敌对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认清了现实，达成了脆弱的联盟，决定先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末地军。就这样，以 B-Bag 为首的下界文明 ，Flo 还有那个末地叛军达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一直等到末地军回到末地，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Go! You got this, man. I'm with you. Kill him. Yes! I hit him back. Nice! Oh my god, no way! 随着末地军最后一个成员的倒下，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末地第一个被宣告了失败，而那个牺牲自己拖住末地军的 Jolly， 这时候被发现竟然存活了下来，并且也来到了末地。需要再次指出的是 ，Jolly 在一开始是 Flo 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现在却是他们文明仅剩的2个亲密队友。
Everyone be quiet. My teammate! Oh my god! Everyone be quiet. Be quiet. I lived! I escaped that entire time. I lived. Oh my god, where have you been? 在刚刚最后与莫蒂军的决斗中 ，B-Bag 一个队员也没有损失，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强的军事存在，因此已经不再需要盟友，所以决定先处理掉那个之前联盟的末地叛军。就这样，最后一个末地人在乱箭之下，也不得不宣告下线。也许这就是叛徒的应有结局吧。在只剩下下界和主世界力量的情况下，他们昔日脆弱的联盟终于走到了尽头。不幸的是，在下界士兵的夹击下，焦磊这次终于倒下了。Flo 自此完全成为了孤家寡人，而 B-Bag 也没有趁人之危，决定给 Flo 一个1v1的机会。Flo 和没有皇冠的 B-Bag 到底谁会是最后的王者呢？随着Flo的倒下，那个在战争开始坠落的下界文明，在非常有野心、积极进取，甚至有些残暴的 B-Bag 的带领下，取得了游戏的最后胜利。